你知道吗？日本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服务叫做便利屋，只要你付钱，他们什么任务都可以达成。从居家清洁啊、代客遛狗、代客辞职到代客告白，他们的工作包山包海，使命必达。而这个超狂的企业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日本的便利屋吧。大家好，我是志奇。大家有看过《银魂》这部超红的日本动漫吗？里面的主角阿银开了一间万事屋只要客户付钱就能够解决任何的困难。而在现实生活当中，万事屋其实是真的存在的，它又叫做便利屋。听说呢，只要不违法基本上所有你想到的事情，便利屋都做得到。家里太乱不想要整理，没有问题便利屋可以帮你。做错事需要道歉但不知道怎么样开口吗？没有问题，便利屋可以帮你。想要辞职但不想要看到老板 ，OK 的，便利屋也可以帮你。所有生活中的大小烦恼，只要你愿意付钱，他们就会来协助你。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便利屋到底是什么，是怎么样出现的，为什么这么受到日本人的欢迎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为了增加工作效率，你买了 iPad 却发现打字很难用吗？如果你有这样的困扰，千万不要错过 Shopaholic 的透明蓝牙键盘，它可以同时记忆3种不同装置，无论写稿或是笔记，都可以随时在手机、平板还有笔电之间无缝切换。它的重量只有大约240公克，不到巧控键盘的一半，还有磁吸式的设计，让你可以轻松带出门。而它透明的外观，可调式7彩 RGB 呼吸气氛灯，让这个键盘不只好轻、好用，还很好看。现在这个透明蓝牙键盘正在一起剁手集资选物电商独家贩售当中，原价2380元，结账输入77再折600元。7月底之前呢，全馆消费满2000元还能够免运。心动的话就赶快点击资讯的链接，一起剁手吧。便利屋也叫做万事屋，在许多日本的影视作品当中都看得到他们的存在。他们是一群什么都做、什么都能够搞定的全能公司，提供各种不同的服务，像是打扫搬家、购物等等。而便利屋的规模可大可小，有些是大型的连锁企业，全国各地都有分店；而有些便利屋比较小可能只有一个人独立作业，专门接一些小案子而已。因此呢，要说出全日本便利屋的确切数量会有点困难。不过呢，根据相关的报道，现在在日本至少有1万间以上的便利屋正在营业当中。根据2021年统计，日本便利屋的市场规模达到了惊人的1兆日元，10年来成长了10倍。可以说，便利屋已经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了。那么说到底，为什么日本会出现便利屋这样子的产业呢？便利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年前的江户时代，当时有一些商家店铺除了卖东西之外呢，也会顺手帮忙邻居们处理一些事情，像是简单的修缮搬重物或是运送东西等等，形成了便利屋的概念。不过在当时民风比较淳朴，人们本来就会互相帮忙，很少人会要求什么回报，所以江户时代的便利屋呢，还不算是一个正式的工作，比较像是大家的好邻居。一直到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呢，这类型的服务才慢慢的发展成为了一种职业。这个时期，便利屋提供的服务变得越来越专业，像是修剪庭院木工修缮等等。而另外呢，也开始出现了代送物品、代买家庭用品这种比较跑腿性质的服务。演变到今天便利屋很大一块的业务都是在处理居家相关的事情，像是住宅的打扫整理花园、搬家服务、害虫防治等等。不过，除了以上这些工作内容之外呢，这几年便利屋的服务真的是越来越包山包海了。最近几年，便利屋的服务内容越来越特别像是有的便利屋专门提供往生者相关的服务，如果一间房子发生了凶杀案、自杀等等的情况，这些便利屋都可以提供专门的清洁服务，也可以陪伴家属处理过世亲友的遗物，一起度过难关。另外，各种代理或是陪伴的工作更是这几年便利屋的特色业务。举例来说，刚结婚的新人呢，不希望婚宴出席的人数太少，很没有面子，就可以请便利屋扮演宾客帮忙撑场面。有些人因为业务需求必须要用电话跟别人联络，但自己又很讨厌打电话沟通，便利屋就可以当传话筒帮忙应付各种电话。或是有的人因为有事没有办法出席会议，便利屋可以变成客户的分身，代替他参加会议、写笔记等等。
甚至如果不想一个人看医生，便利屋也能够当你临时的家人，陪你一起看病。基本上只要肯付钱，便利屋就可以扮演任何角色。除此之外呢，便利屋最经典的就是谢罪代行、告白代行这种服务项目。如果你做错了事，需要跟别人道歉，你可以寻求便利屋的帮忙，请他们派人陪你道歉，或是直接帮你道歉。而且这位协助道歉的专业人员呢，不论是年龄、外貌、服装打扮或者是举止，都会符合你的需求，让你的道歉可以诚意满满。那也有一些人有心仪的对象，但不知道怎么告白，就可以使用便利屋告白代行的服务，请专业人士帮忙写告白信，或是陪着自己一起去告白，增加成功率。其他呢还有超级多的服务项目，我们今天讲不完。简单来说呢，就是只要不违法，便利屋几乎什么事情都做得到。而这么多年以来呢，便利屋也确实深入日本社会，成为了日本文化的一部分。不过说到底为什么便利屋在日本这么受欢迎呢？日本人爱便利屋的原因有很多，我们大概整理了4个。第一个呢，就是大家怕麻烦。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时，比起自己上网慢慢找解决方法，便利屋有点像是一个单一窗口，所有的疑难杂症先找他们就对了，帮大家省下了不少的时间。而且很多时候，便利屋的费用甚至比专门提供服务的公司还要便宜，省时省力又省钱让便利屋变得越来越受欢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日本社会变老了，高龄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许多年纪大的长辈家里没有年轻人可以帮忙家务，因此他们很需要便利屋来协助他们打扫家里或者跑腿什么的。之前在疫情期间就有很多的日本长辈会雇用便利屋帮忙采买日用品还有食物，避免自己出门增加染疫的风险。可以说，便利屋已经成为了日本高龄社会当中不可或缺的支柱。第3个原因是日本社会对于人际互动非常讲究，他们非常的看重人与人之间应对进退的礼仪不论是打电话道歉、告白、离职这些互动，都有很多的眉眉角角要注意。那一个不小心就可能会冒犯到对方。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很有压力的过程，所以他们呢怕自己处理的不好，就会寻求便利屋的协助。而最后则是社区关系的改变。在一篇访谈当中呢，连锁便利屋的经营者就说，现在日本跟过去不一样，邻居之间的关系没有以前那么亲近，大家很少互相帮助，因此很多人遇到困难时想到的都是便利屋，而不是自己的邻居。以上呢就是日本便利屋为什么这么受日本欢迎的原因。不过其实呢，不止在日本很多地方都有类似便利屋这类型的职业。在台湾也有和日本类似能够帮忙处理杂事的服务，我们大多呢都用跑腿组来称呼。与日本包山包海的便利屋不太一样台湾的跑腿公司呢，主要的业务是代替客人排队买东西或者是送东西等等。不过其实这几年来呢，他们服务的项目也越来越多，有些跑腿公司就结合了送礼的服务，不管是情人节母亲节或者是其他的节庆，都能够帮你买花买礼物，然后送到你要送的人手上。另外呢，代排的品项也越来越丰富，除了排队买限量的商品伴手礼这些比较常见的东西之外，他们现在甚至可以帮你排诊所的挂号、幼稚园的入学名额，还有补习班的话位，甚至呢连寺庙点灯的名额、选举造势场地的路权等等，他们都可以帮你代排。或许有一天，台湾这些跑腿的业务呢，也会越做越广，变成另外一种便利屋也说不定便利屋有很多不同的服务，但我们觉得其中帮客人告白辞职这种代理的服务特别值得跟大家聊聊。大家都知道，过去这半年 AI 成为了当红炸子鸡，大家都在讨论 AI 即将取代很多人类的工作。像是 ChatGPT 就可以扮演各种角色，帮你写信回讯息之类的，某种程度上面好像已经取代了便利屋部分的工作内容。不过我们觉得便利屋还是有优势的。举个例子你在工作上面犯了一个超级严重的错误，需要跟客户道歉，到底这样的情况之下该说什么样的话，该怎么样安抚对方，要处理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要有很敏锐很圆滑的社交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也要对彼此的文化背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才有办法给出最合适的应对。这种时候，很多人呢就会选择便利屋，由专业人士出面协助，反而对于 AI 来说呢，要完全处理好这种人情世故的眉眉角角，会有一点点的困难。而且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呢，大家普遍还是会认为亲自见面才能够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诚意。尤其在日本他们又特别的看重这件事情，这也是现阶段的科技无法取代的地方。总结来说呢，虽然科技不断进步，但要处理好人跟人之间细腻的情感互动时，还是要有真人出面，大家会比较放心一点。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便利屋在短期内没有这么容易消失的原因。
今天呢，要来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真的受不了，想要用便利屋来帮忙的呢？ A. 跟朋友吵架，实在是拉不下脸，想要请便利屋帮我道歉。B. 真的不想要再踏进公司一步想要请便利屋代替我辞职。C. 家里太乱了，整理起来好麻烦，就交给便利屋好了。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日本便利屋是什么。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日本澡堂文化以及地下偶像。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